iPhone 17可能是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一代 iPhone， 因为不同于以往的挤压膏，今年全系搭载了 AR 屏。至于什么是 AR 屏，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一块可以抗反射的屏幕，它可以让你的屏幕在强光下依旧清晰可见。这项技术一直应用在微信 Pro 以及 XDR 这些大几万一个的产品中，同时这也是苹果第一次将这项技术下放到手机上。那作为一个苹果16的机主，真的有被很羡慕住，因为平时不管是景区拍照，还是骑车导航，或是躺在室内的沙发上，经常能被这白花花的屏幕给整破防。虽然不太会影响正常使用，但相比 iPhone 17而言，体验肯定是会稍逊一筹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有没有办法让这台 iPhone 16也具备抗反射光呢？在网上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，发现最有效的办法是贴一张 AR 膜。但想起去年刚入手 iPhone 16 Pro 选膜时的惨状，什么屏幕漏光、覆盖小的可怜、黑边遮挡显示、边缘割手积灰这一系列的问题，真的头大。一张一张的选，势必会踩坑，索性就把所有种类的钢化膜都买回来做一期测试评估，其中涵盖了5款貌似能抗反射的 AR 膜，也有5款价格相对低廉的高清膜。看看这些不同类型的钢化膜，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？那么接下来我将通过一些主观的使用体验和一些客观的测试来验证。因为本次测试的机型为16 Pro， 而16和17的尺寸大小是一致的，所以本期视频也适用于未来17的机主。那如果你是准备入手 iPhone 17的机主，这期视频可能会帮你省下一笔巨款。那视频开始之前，先和大家聊一聊市面上的膜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？其实这都和钢化膜的工艺脱不了干系。像目前钢化膜的工艺只存在 2D、2.5D 和 3D 的边缘工艺。像 2D 就是一块没有经过任何工艺处理的直面玻璃，这类膜只适合苹果14这类直屏手机。像16 Pro 这种微曲屏幕，压根贴合不了边缘的弧度，上机后你就会发现有一段翘起的部分，摸着也会非常的硌手，用久了还会有机会粘膜的问题出现。所以这类膜并不适合16 Pro 这种微曲屏的手机。而 2.5D 则是在屏幕表面打磨成一个弧度，但底部依旧是直屏的，上机后同样会有一段小间隙，不过由于表面增加了弧度，在使用体验上并不会那么的硌手。而 3D 则是表面列侧都有做弯曲，能完美贴合手机的边缘，像是把屏幕包裹住了，摸着过渡的也会很顺滑，并不会有硌手的感觉。机会粘毛的问题也很难在这类膜上出现，但 3D 热弯因为是从模具中高温加热成型的，而模具通常生产上线让膜就退休了，所以这类膜的成本会比其他工艺高上不少，价格相对来说也会更贵一些。讲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对各类钢化膜的工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那我们现在打开每款膜的包装，来分辨一下它们属于哪种工艺。在这10款膜中，只有绿联、品胜、闪膜、贝斯是 2D 工艺的钢化膜，上机后能看到一段较大的缝隙，覆盖很明显的不足，摸着会有一股硌手感。而 2.5D 的有盐城和贝尊这2款，上机后的覆盖确实会比 2D 的大一些，且由于表面增加了弧度，摸着硌手感下降了很多，但侧看还是有明显的间隙，用久了积灰的问题同样还是会存在。而 3D 热弯的有邦克士、图拉斯、南星和迅迪这4款，上机后的第一印象就是覆盖全面，能完美贴合手机边缘的弧度，解决了硌手积灰的问题。这样的膜也是目前最适配16 Pro 这台手机的。这些膜都上机体验完后，发现因为工艺的不同，所带来的使用体验也是有着天壤之别。特别是高清膜上机后所呈现的视觉体验是完全不如 AR 膜的，但同样是 AR 膜，因为涂层工艺的不同，所呈现的抗反射效果也是有着不一样的体验。那为了对比每款 AR 膜的抗反射光如何，所以这里我也分别测试了每款 AR 膜在强光照射下的抗反射光，通过肉眼去观察，谁的镜面光越浅，也就代表谁的抗反射光越强。经过一轮测试下来，比较意外的是贝斯这款 AR 膜抗反射光相对来说会差很多，几乎等同于没有。而抗反射光最为突出的就是图拉斯和迅迪这2款了，上机后的反射光很浅，丝毫不会影响到屏幕的清晰度，相比其他几款观感确实会更好一些。然后就是钢化膜的覆盖率了，其实以上的很多问题都是钢化膜的覆盖太小导致的，而钢化膜的覆盖率通常达到 98% 是最为合适的，既不会顶壳，也不会有太大的间隙。所以这里我们用测量仪计算出每款钢化膜的覆盖率，那么最终结果如下，覆盖较大的是这几款 3D 热弯的钢化膜，都是达到了 98% 以上的覆盖率。然后就是钢化膜的厚度，像很多苹果用户遇到的断触，其实都是钢化膜太厚导致的，这是因为较厚的钢化膜会影响屏幕的触控采样率，从而导致断触的情况出现。所以这里我也是测试了每款钢化膜的玻璃厚度，那么最终结果我也是统计了出来，大部分钢化膜都在 0.33毫米，只有少数几款不一样。比较突出的就是迅迪这款
只有 0.15 毫米，上旧的手感是非常接近于裸机的，且拖动小图标转动屏幕后也没有出现断触的情况。接着就是干货膜的透光率，干货膜的透光率通常在 90% 以上，对于我们日常的观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的。不过透光越高的干货膜，上机后的屏幕也就会越清晰，观看的视觉效果也就会更好。那这里我们就来专业的透光测试仪来测试它们的透光率，发现这几款干货膜都是达到 90% 的标准，透光比较突出的就是这几款 AR 膜了，基本都达到 94% 以上，这样的膜上机后的观感是非常惊艳的，且因为携带了抗反射涂层的缘故，在强光下看视频依旧清晰可见，这一点确实会有一种提前享受到17的感觉。然后就是干货膜的顺滑度了，干货膜的顺滑度是由速热层工艺决定的，速热程度数越高，使用起来也就会更顺滑，并不会出现沾指纹的情况。而优秀的速热层工艺是需要达到115度以上。那这里我也是借来了专业的水滴角测试仪来测试水滴度数，水珠越饱满，干货膜表面也就越顺滑。那么这是每款膜的测试结果，大家也可以暂停观看。最后就是干货膜的硬度了，相信很多人选择干货膜的原因，基本都是因为它的防护性强，但硬度差的干货膜可能一颗就碎，并不能很好的保护好手机屏幕。所以这里我也是借来专业的落球测试仪，用110克的铁球从1米的高度开始，每次增加 0.1米，然后记录下每款膜最终破碎的高度。那么根据最终的测试结果来看，硬度最高的是邦克士这款1.82米的高度砸下来才碎，硬度可以说是拉满了。这样的膜在我们日常的使用中防护性也会更好一些。讲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对这些不同工艺、不同类型的干货膜都了解的差不多了。那这里我再来给大家小小的总结一下，其实无论是16还是17或是其他机型的朋友也好，如果你想让你的手机屏幕具备抗反射光，那就需要一款 AR 膜。但同样是 AR 膜，因为工艺的不同，所呈现的抗反射效果也会不一样。那么根据以上的测试数据来看，在这几款 AR 膜中，抗反射效果比较突出的就是迅迪和图拉斯这两款，特别是迅迪这款 3D 热弯的工艺加上 0.15 毫米的厚度，上机后的观感确实会比较惊艳。那最后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未来准备入手 iPhone 17的机主们，如果你是想随便选一款膜贴一下，那我建议你还是裸机使用，因为17的 AR 屏对干货膜的要求相对于其他机型来说要苛刻很多，一旦贴了一款高清膜，那它的抗反射光就会荡然无存。所以对于苹果17的机主来说，干货膜还真不能乱选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劳驾点一个免费的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